俄罗斯有意将军控线恢复至冲突前状态，把乌克兰放在火上烤，更在考验西方的态度。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俄乌两军正在超过1000公里长的战线上交火，其实主战场是顿巴斯地区的对决。在俄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局面下，俄乌在卢甘斯克州首府北顿涅茨克市进入惨烈的巷战，战线几乎每个小时都在发生变化。然而，双方的外交谈判似乎陷入了僵局。令人意外的是，现在更加强硬的不是俄罗斯，而是泽连斯基政府。泽连斯基自5月底以来第2次到前线视察战况，到顿巴斯前线探访士兵，这个信号也是要以俄罗斯死战到底，不接受没有胜利的停战。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军队将抵御俄罗斯的入侵。视频中的他满脸笑容地表示，胜利将属于我们。乌克兰副防长马利亚尔近日强调，俄乌冲突已成为一场持久战，乌军需要西方国家的持续军援，直到击败俄军为止。马利亚尔称，西方必须明白，他们的军援不能是一次性的，而是一直持续到我们取得胜利为止。这一表态意味着乌克兰准备战斗到底，不接受俄军要求顿巴斯2个共和国独立的要求，甚至在当下不愿意与俄罗斯进行直接的谈判。俄乌冲突对西方国家来说已经变成了一场难熬的消耗战，许多国家开始厌倦战争所带来的高油价和高通胀。意大利甚至抛开乌克兰，与西方国家商量停战的框架，这对乌克兰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乌克兰政府只有证明自己的价值，才能继续向欧美国家要求输血，否则最终难逃被抛弃的命运。就在泽连斯基政府向西方证明自己的价值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俄罗斯方面突然释放出软话。拉夫罗夫近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俄罗斯正在就乌克兰提出的要求将军事控制线恢复到冲突前状态的提议进行研究，但是与之相关的条约草案在乌克兰手中耽搁了1个半月，没有任何进展。俄罗斯方面因此认定，乌克兰拖延谈判进程是执行西方的意志。拉夫罗夫说的这段话等于证明俄罗斯什么都愿意谈，甚至愿意讨论将军事控制线恢复到战前的状态。现在不愿意谈判的反而是泽连斯基政府。说实话，如果拉夫罗夫说的是俄罗斯的真心话，意味着俄罗斯才是有意结束战争的一方，而且愿意放弃在战争中控制的绝大多数乌克兰领土。很多人一定认为拉夫罗夫这是认怂了，其实俄罗斯此举就是要把乌克兰放到火上烤，因为同意就一件事进行谈判，不等于答应谈判条件。普京用一个可能达成的谈判目标作为诱饵，将乌克兰政府推到破坏和平谈判进程的位置上。真谈判的时候，那俄罗斯提出的条件可能又是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无法接受的。毕竟要求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全部制裁，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主权等等，这才是俄罗斯所要的。在西方已经厌恶一直向乌克兰援助，也厌恶战争的背景下，拉夫罗夫对停战谈判条件态度的软化，对乌克兰军队的抵抗意志，对西方向乌克兰输血的耐性，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总体来看，无论是打仗还是谈判，解决俄乌冲突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了俄罗斯这边了。泽连斯基最担心的就是西方认为乌克兰失去战胜俄罗斯的可能，自己是战争持续的罪魁祸首。拉夫罗夫说的软话就是强化西方抛弃乌克兰的理由，这招看起来还真的比较厉害。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